長安，正值大開選場，光蕊就进场考毕，中选。即廷试3策，唐王御笔亲赐状元，跨馬游街3日，不期游到丞相殷開安門首。有丞相所生一女，名喚溫嬌，又名滿堂嬌，未曾婚配，正高潔彩樓，拋打繡球比序。是日，陈光蕊在樓下經過，小姐一見光蕊人才出眾，知是新科狀元，心內十分歡喜，就將繡球拋下，恰打着光蕊的烏紗帽。猛聽得一派笙簫戲樂，10數個婢妾走下樓來，把光磊馬頭挽住，迎狀元入相府成婚。那丞相和夫人及時出堂，喚賓人讚禮，將小姐配與光蕊，拜了天地，夫妻交拜畢，又拜了岳上岳母。丞相吩咐安排酒席，歡飲一宵。2人同攜素手，共入蘭房。次日5更3點，太宗駕坐金鑾寶殿，文武重臣趨朝。太宗問道：“新科狀元陳光蕊，應授何官？”魏徵丞相奏道：“臣察所屬州郡有江州闕官，可否主授他此職？”太宗就命為江州州主，即令收拾起身，兀戚。光蕊謝恩出朝，回到相府，與其商議，拜辭岳丈岳母，同期前赴江州之任。離了長安登途，正是暮春天氣，和風吹柳綠，細雨點花紅。光蕊便道回家，同妻交拜母親張氏。恭喜我兒，且又娶親回來。孩兒叨賴母親福報，天中狀元，蒙丞相即將小姐招孩兒為婿。朝廷除孩兒為江州州主，今來接娶母親，同去赴任。張氏大喜，收拾行程，再路數日，前至萬華殿劉小二家安下。張氏身體忽然染病，與光蕊說道：“我身上不安，且在殿中調養2日再去。”光蕊奉命。至次日早晨，見殿門前有一人提着個金色魚叫賣，光蕊即將1貫錢買了，欲待烹與母親吃。只見鯉魚閃閃眨眼，光蕊驚異道：“聞說魚蛇眨眼，必不是等閒之物。”遂問魚說道：“這魚哪裡打來的？”魚社道：“李府食物裡洪江內打來的。”光蕊就把魚送在洪江裡去放了生。回殿對母親道知此事，回殿把此事告訴母親。我心甚喜。此殿已住3日了，親現緊急，孩兒意欲明日起身，不知母親身體好否？我身子不快，此時路上炎熱，恐添疾病。你可這裡渡間房屋與我暫住，付些盤纏在此。你2口兒先上任去，後秋涼卻來接我。光蕊與妻商議，就租了屋宇，付了盤纏與母親，同妻拜別前去。途路艱苦，小行夜宿，不覺已到洪江渡口。只見燒水劉洪、李彪2人撐船到岸迎接，也是光蕊前賢生何當有此災難，撞着這冤家。光蕊令家童將行李搬上船去，夫妻正齊上船。那劉洪睜眼看見殷小姐面如滿月，眼似秋波，櫻桃小口，綠柳蠻腰，真的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獨起狼心。遂與李彪設計，將船撐至沒人煙處，後至夜靜3更，先將家徒殺死，次將光蕊打死，把屍首都推在水裡去了。小姐她見他打死了丈夫，也便將身赴水。劉洪一把抱住道：“你若從，萬事皆休；若不從時，一刀兩斷。”那小姐尋思無計，又念懷着身孕，只得全實應承，順了那船夫。那賊把船渡到南岸，將船付與李彪自管。他就穿了光景衣冠，帶了官凭，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。却說洪殺死的家仆屍首順水流去，唯有陳光蕊的屍首沉在水底不動。蝦將前來報給龍王。今江洪口不知甚人把一個讀書士子打死，將屍撇在水底。龍王叫將屍抬來，放在面前，仔細一看道：“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，如何被人謀死？”常言道：“
恩將恩報，我今日須得救他性命，以報日前之恩。即寫下牒文一道，差耶查径往洪州城隍土地投下，要取秀才魂魄来救他的性命。城隍土地遂唤小鬼把陈光蕊的魂交付于夜叉去。夜叉带了魂魄到水晶宫，禀见了龙王。龙王谓道：“你这秀才姓甚名誰？何方人士？因甚到此被人打死？”光蕊施礼道：“小生陈鄂，表字光蕊，系海州弘农县人，天中新科状元，刀受江州州主同期赴任，行至江邊上船，不料烧子刘弘贪我打死炮师，祈大王救我一救。”龙王聞言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你前者所放金色鲤魚，即我也人。你是救我的恩人，我豈有不救你之理？”就把光蕊尸身安置一壁，口內含一顆定顏珠，休教損壞了，日後好還魂報仇。又道：“如今真魂全且在我水府中做個都領。”光蕊叩頭拜謝，龍王設宴相待不提。全笑恨刘賊，恨不食肉受寝皮。因为神侠不得语，瞒着权且勉强相从。轉判之間，不覺已到江州，吏書門贊俱來迎接，所屬官員公堂設宴相續。劉弘道：“學生到此，全賴諸公大力狂馳。”屬官答道：“殘然市民高辭，我等何屬有勞，何必過遷？”公宴已罷，眾人各散。這個世道，難道就這樣讓賊人奪人性命，霸佔人妻了嗎？光陰迅速，一日劉弘公事遠出，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，正在花亭上感嘆，忽然身體困倦，腹內疼痛，暈悶在地，不覺生下一子。耳邊有人囑曰：“蠻吉星君奉觀音菩薩法旨，特送此子於你。翌日聲名遠大，非彼等閒。劉賊若回，必害此子，如可用心保護。汝夫已得龍王相救，日後夫妻相會，子母團圓，血冤報仇有日也。今既無言，快行快行！”言訖而去。小姐來句句記得將子抱定，無計可施。忽然劉弘回來，一見此子，便要閹殺。小姐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容待明日拋去江中。此子若待賊人回來休矣，不如早拋棄江中，聽生死。”倘或皇天見憐，有人救得，收養此子，他日還得相逢。但恐難以時任，即咬破手指，寫下血書一紙，將父母姓名、根腳緣由背細開載，並咬下左腳小指以作繼任。取貼身汗衫一件，包裹此子，成空抱出衙門。新系官衙離江不遠，小姐到了江邊，大哭一場。正欲拋棄，忽見江岸岸側飄起一片木板，小姐即朝天拜倒，將子安在板上，用帶覆住，血書記在胸前，推放江中。聽其所知，小姐含淚回衙不提。卻說此子在木板上順水流去，一直流到金山寺腳下停住。那金山寺長老叫做法明和尚，修真悟道，已得無生妙訣，正當打坐參禪，忽聞得小兒啼哭之聲，一時心動，急到江邊觀看，只見崖邊一片木板上睡着一個嬰兒。長老慌忙救起，見了懷中血書，方知來歷，取個乳名叫做江柳，托人撫養。血書緊緊收藏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江流年長18歲。長老就叫他削髮修行，取法名為玄奘，摩頂受戒，艱辛修道。他長大了，卻不知道為什麼活着。在晨鐘暮鼓、青燈黃卷裡長大的江流兒，成了人人稱讚的年輕法師玄奘。他心裡始終有一個問題，連他自己都不敢問出口：我是誰？我的爹娘到底是誰？寺裡香客常說，這小小師傅日後必成大器。但每當夜深人靜，玄奘總會獨坐江邊，看着滔滔江水發呆。這一天，寺外來了幾個雲遊和尚掛單。飯後論經本是常事，可其中一個胖大和尚滿臉酒氣，斜眼看着玄奘，
忽然怪笑一聲，哼，哈哈哟，这就是咱们金山寺的天才小法師。蒋清倒是头头是道，可惜啊，连爹娘姓甚名誰都不知道，也好意思自称佛门弟子，怕不是江里捞的野种吧？周围几个和尚哄笑起来，玄奘脸色瞬间煞白。他从小听慣了讚美，卻從未有人如此赤裸裸地戳他心底最痛的地方。他想反駁，可喉嚨像被什麼堵住，一個字也吐不出。當晚，他回到禪房，第一次在師父面前失聲痛哭。師父，弟子真的是沒爹沒娘的人嗎？法明長老沉默良久，終於長嘆一聲：“你隨我來。”法明帶玄奘來到大雄寶殿後，挪開一尊不起眼的羅漢像，從牆洞中取出一個落滿灰塵的小木匣。玄奘一眼就認出那是他貼身穿到大的衣物，而那膠布上竟是用鮮血寫成的字跡，雖歷經歲月，仍刺眼奪目。讀到一半，玄奘雙手劇烈顫抖，淚水啪嗒啪嗒砸在血書上。原來他不是沒爹沒娘，而是爹死娘在，仇人當道。他猛地抬頭，抓住法明的衣袖，聲音嘶啞：“師父，我娘還在嗎？她在哪裡？”這一刻，那個只會誦經的小和尚死了，活下來的是一個要為父母討回公道的玄奘。法明長老看着眼前這個一夜之間長大的徒弟，眼中既有不忍，也有欣慰。去吧，但記住，你尋的是親，報的是恩，更要守的是慈悲本性。玄奘重重叩首，3拜出家恩師，揣好血書與汗衫，換下僧袍，穿上便裝。這是他18年來第一次走出金山寺的山門。他站在江邊，望着當年自己飄來的方向，江州，那裡有他未曾謀面的母親，有他素未謀面的父親的亡魂，更有他必須面對的仇人。玄奘將踏入龍潭虎穴，江州。玄奘聽了師父的話，就扮成化緣的和尚，一路趕到江州。也是天意讓母子相會。劉宏有事外出，玄奘直接走到官府門口化緣。殷小姐前一晚剛做了個夢，夢見月亮缺了又圓，心裡暗想婆婆不知下落，丈夫被賊人害死，兒子要是有人收養，算起來也該18歲了。正琢磨着，忽然聽見官府前有人念經，還喊着化緣。小姐就趁機出來問：“你是從哪裡來的？”貧僧玄奘從金山寺來。既是金山寺長老的徒弟，就叫他進官府裡，拿齋飯給他吃。仔細看她的舉止言談，和丈夫陳光蕊簡直一模一樣。小姐把隨身丫鬟打發走，說：“你是從小出家還是後來出家的？叫什麼名字？”我既不是從小出家，也不是後來出家，說起來冤比天大，仇比海深。我父親被人害死，母親被賊人霸佔，師父法明長老讓我到江州官府找母親。母親姓什麼？我母親姓殷，名叫溫嬌。父親姓陳，名叫光瑞，我小名叫江流，法名玄奘。殷小姐哭泣着說：“殷溫教就是我啊！”玄奘一聽是母親，立刻跪下大哭：“娘要是不信，有血書和汗衫為證。”溫嬌拿過一看，果然是真的，母子倆抱在一起哭。小姐趕緊說：“我兒，快快走吧！18年沒見親生父母，今天剛見到母親，叫我怎麼捨得走？”小姐說：“孩子，你趕緊走，那賊人要是回來，肯定會害你性命。明天甲生病，就說早年許過願要舍一到你寺裡還願，到時候我有話跟你說。”玄奘聽了母親的話，拜別後離開。再說小姐自從見了兒子，心裡又憂又喜。忽然有一天裝病，不吃不喝躺在床上。劉宏回到官府，問她怎麼了。小姐說：“我小時候許過一個願，要捨100雙僧鞋。5天前夢見一個和尚拿着刀要我還僧鞋，之後就覺得不舒服。”劉宏說：“這點小事怎麼不早說？”
隨即升堂吩咐王左衙、李右衙，江州城裡的百姓每家要做一雙僧鞋，5天內交齊。百姓們都按要求做完交了。小姐对刘洪說：“僧鞋做好了，這江州有什麼寺院適合去還願？”江州有金山寺、焦山寺，你想去哪個都行。小姐說：“早就聽說金山寺是個好寺院，我就去金山寺。”劉洪立刻叫王、李2個衙役準備船只。小姐帶着新婦人上了船，船夫把撐開，往金山寺去了。玄奘回到寺裡，把事情告訴法明長老，長老很高興。第2天，先有個丫鬟來說夫人要到寺裡還願，眾僧都出來迎接。小姐直接走進寺門，擺了豐盛的齋膳，叫丫鬟把僧鞋襪子放在盤子裡。到了法堂，小姐又點香禮拜，讓法明長老把僧鞋分給眾僧。等眾僧都散了，法堂裡沒人了，玄奘才上前跪下。你們母子現在相會了，怕奸賊知道，得趕緊離開，免得惹禍。我給你一支香環，你直接去洪州西北方向，大概1500里路，那裡有個萬花店，當年你奶奶張氏留在那裡，是你父親的親生母親。我再寫一封信還給你。金殿左邊的殷開山丞相，那是我親生父母家。我不敢多留，怕那賊人怪我回去晚了。說完就出寺上船走了。玄奘一路狂奔，不敢回頭。他肩上扛着母親的性命和陳家18年的血海深仇。前方是千里之外的長安，身後是隨時可能降臨的殺身之禍。當他顫抖着敲響丞相府大門時，能否見到外祖父殷開山？殷開山又會如何對待這個突然出現的外孫？終於，他卻來到皇城東街殷丞相府前。小僧是府上親戚，特來探望相公。門人進去稟報，丞相疑惑道：“我與和尚並無親眷啊。”夫人在旁說：“我昨夜夢見女兒滿堂交回家，莫不是女婿有書信寄來了？”丞相便讓人請小和尚到廳上。小和尚見了丞相與夫人，哭着跪拜在地，從懷裡取出一封信遞過去。丞相拆開從頭讀完，發生什麼？夫人忙問：“相公，出什麼事了？”丞相道：“這和尚是咱們的外甥啊，女婿陳光蕊被賊人害死，滿堂嬌被那賊強占為妻了。”夫人聽完也痛哭不止。丞相道：“夫人先別太難過，明天我奏明皇上，親自帶兵去，一定要給女婿報仇。”第2天，丞相啟奏王道。皇上聽後大怒，懇請陛下立刻發兵，剿滅這賊寇。唐王派御林軍6萬，下旨意調集出發，為將賊屬剿滅。殷丞相領了聖旨，不敢有絲毫耽擱，立刻起身出了朝堂。他一路快馬加鞭，直奔的郊外的教場。教旨上精切鮮明，數萬精兵早已列隊完畢，只待主將一聲令下，然隨本相此行，務必奮力殺敵，克敵制勝。將士們群情激昂，齊聲應諾，士氣高漲。隨後殷響一聲令下，大軍浩浩蕩蕩，徑直往江州方向進發。白日裡骄陽似火，將士們汗流浹背，卻依然步伐堅定。星移斗轉，不過數日，大軍便已抵達江州地界。殷丞相的兵馬在長江北岸擇了一處地勢險要之地扎下營寨，安頓好之後，他立刻派人連夜持着金牌去江州府衙傳召同知和周盼。這2位地方官員接到金牌，不敢怠慢，連夜趕到了丞相的大營。殷丞相將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從劉洪如何謀奪官印、霸占民女，到聖上如何震怒，派遣自己前來捉拿，
都詳細地向他們說明，調集兵馬，合力圍剿。同知周叛听後又驚又怒，當即表示願意全力配合。他們連夜返回府衙，點齊了江州的兵馬。天還沒亮，東方剛剛泛起魚肚白，殷丞相便下令全軍出擊。一時間，北岸火衝天，火炮轟鳴，金鼓之聲響徹雲霄。大隊人馬乘着早已準備好的船只，迅速渡過長江，直撲江州城。江州城內，劉宏還在睡夢中，做着他的升官發財美夢。突然，外面傳來震耳欲聾的火炮聲和喊殺聲。他猛地驚醒，還没來得及反應，就見大批官兵已經殺進了他的司衙。劉宏嚇得魂飛魄散，想要反抗，卻早已被如狼似虎的官兵們團團圍住。他手中沒有兵器，身邊也沒有多少親信，根本無力抵抗，當場就被官兵們擒獲。丞相傳令，把劉宏一夥綁赴法場，讓大軍都到城外安營。丞相直接走进衙內正廳坐下，請小姐出來相見。殷小姐想自盡，被玄奘急忙拉住。兒子和外公帶兵給父親朝，如今賊人已經抓住。母親要是死了，孩兒怎麼能獨自活下去？小姐道：聽說要從而終，夫君被人害死，我怎麼能厚着臉皮跟賊人過？只因為懷着身孕，才不得不忍辱偷生。現在幸好兒子帶兵報仇，我做了女兒的，只有一死才能報答丈夫啊！丞相道：这不是我女兒，你因境遇好壞改變節操，都是迫不得已，哪裡算恥辱呢？父女倆抱頭痛哭，玄奘也哀哀地哭個不停。丞相擦了擦眼淚道：你們娘倆先別難過，我先去處置了賊寇。起身到法場時，正好江州同知也派人把水賊李彪押來了，讓軍牢把劉宏、李彪押過來，每人先打100大棍，確認了當年合謀害死陳光蕊的事。先把李彪釘在木驢上，推到集市凌遲處死，砍下頭示眾。又把劉宏帶到當年打死陳光蕊的洪江渡口。小姐和玄奘3人親自到江邊，對着天空祭奠，活生生剜出劉宏的心肝，祭拜光蕊，還燒了祭文。 3人對着江水吐，這動靜驚動了水府。原來當年陳光蕊赴任途中，在市集裡無意中救了一條金色鯉魚，是龍王辦的。後來陳光蕊被人謀殺，龍王便化身金色鯉魚，餵了他一顆定顏珠，等他可以不腐爛。是現在龍王請光蕊出來，大恭喜你夫人子都在江邊祭你，我現在送你還魂回去。再如意走盤主兩，攪銷事端。 今天就能和妻兒團聚了。光蕊再三拜謝，龍王讓夜叉把他的屍首送出江口還魂，夜叉領命去了。這邊殷小姐哭着祭奠完丈夫，又想跳江自盡，玄奘拼命拉住她。正慌亂時，忽然見水面上飄來一具屍體，靠近江岸。小姐忙向前辨認，是丈夫的屍首。眾人都圍過來看，只見光蕊慢慢舒展手腳，忽然坐了起來。 大家都嚇了一跳，光蕊睜開眼，看到殷小姐、樂丈和小和尚都在身邊哭，問道：“你們怎麼在這兒？”小姐道：“你被賊人打死，後來我生下這孩子，幸好金山寺長老撫養他長大，他來找我相認。我讓他去尋外公，父親知道後奏明朝廷，帶兵來抓住了賊人。剛才剜了賊人心肝祭你，沒想到你竟然還魂了。都是因為當年在萬華殿，咱們放那條金色鯉魚，原來他是這裡的龍王。” 後來逆賊把我推下水，全靠救了我。現在又賜有還魂，送了寶物，都在我身上。更沒想到你生下這兒子，還得樂丈為我報仇，真是苦盡甘來啊！眾官員聽說後都來道賀，丞相安排酒席答謝官員，聽天就帶兵回城。丞相道：“今天這宴就叫團圓會吧。”一家人真是其樂融融。第二天早朝，殷丞相傳把事情詳細奏明，還舉薦光蕊有大才可用。唐王准奏，任命陳鄂為學士。 隨朝理政，玄氣一心想修行，就被送到弘福寺。後來殷小姐終究還是從容自盡了。那是一個深秋的傍晚，庭院裡的楓葉紅得像燃盡的火。她穿着素裙，一步步走到那棵老槐樹下，手拿一根白綾，風捲着落葉沙沙作響。她的臉上沒有絲毫慌亂，反而帶着一種如釋重負的平靜。 貞觀13年，大唐盛世開啟曠世法會。朝中3位大臣奉旨前往山川壇，從天下雲集的僧人當中逐一篩選，層層考核。
千僧過篩，最後只留下了一位绝世高僧陈玄奘。出身命犯落江星，顺水随波逐浪洋。海岛金山有大缘，千安和尚将他養。年方18任亲娘，特赴京都求外长。总管開山調大軍，洪州剿寇誅凶黨。這真的只是輪迴渡劫嗎？朝受封，他根正元清，外公是当朝總管殷開山，父親是狀元陳光蕊。可他不求功名，不談榮華，千經萬典無一不通，佛號仙音無一不會。3位朝臣將玄奘引至太宗御前，跪地啟奏，舉薦玄奘主持天下水陸大會。唐太宗一聽名字，瞬間沉思良久，脫口謂道：“莫非是陳光蕊學士之子？”玄奘叩首應答：“臣正是。”太宗龙颜大悦，當場冊封玄奘為天下大產都僧綱，自五彩织金袈裟，命他統領1200名高僧，則即日7740右水陸大。重點來了，唐太宗為何聽到陳光蕊之子，立刻破格重用？他到底是敬佛，還是在彌補當年的一樁舊案？貞觀13年9月初3，黃道吉日，長安城化生寺，千僧雲集，道場盛大。銳氣千條，祥光萬道。大唐天子率文武百官、皇親國戚、全城百姓齊聚寺中拈香聽法。玄奘登台講法，超度孤魂，宣講真經。整場法會莊嚴盛大，萬民朝拜。所有人都以為這已經是大唐最高規格的佛門盛事，但他們萬萬想不到，真正改變唐僧一生、開啟西遊取經的人，已經悄悄來到了長安街頭。南海普陀山，觀世音菩薩親領如來法旨，帶着木叉行者下凡尋訪取經人。菩薩早已認出，壇上的玄奘正是當年自己親手送下凡的金禪子轉世。菩薩很高興，捧着佛賜的寶貝和木叉去長街售賣。寶貝有錦蘭袈裟、9環锡杖，還有近3個孤藏着備用指外袈裟和錫杖。城中凡僧嘲笑漫天要價，瘋篇可笑，無人識得至寶。直到宰相蕭雨散朝，街頭偶遇菩薩。觀音為什麼不直接去找唐僧，偏偏要攔宰相闖朝堂？蕭雨慧眼識高人，當即引2位僧人入朝見駕。太宗問袈裟價格，又問袈裟有什麼好，能值這麼多？此袈裟龍披一縷，面堂吞噬；鶴掛一絲，超凡塵聖境。身披則萬神朝禮，舉動則七佛隨身。冰蠶抽絲，神女織就；周身寶光通天，能避地獄，脫沉淪，擋災厄，驅虎狼。9環锡杖更是不染紅塵，隨身護道，伴聖僧踏遍千山萬水。太宗大喜，願重金購買，賜予玄奘。有得者分文不取，無得者千金不賣。涮碗直接無償相贈，飄然欲去。太宗即刻宣玄奘入宮。玄奘身披錦眼袈裟，手持9環锡杖，立於金鑾階前。大唐天子賜儀仗，賜排場，讓玄奘街頭誇觀，萬人瞻仰。他的真實身份到底是什麼？為什麼所有人都在助他西行？7日正會，法會圓滿，玄奘高台講法，普度生生。那和尚，你只會談小乘教法，可會談大乘嗎？你只會談小乘教法，可會談大乘佛法？玄奘當場愣住，躬身求教。小乘教法只能修身，不能度亡，不能脫苦。唯有西天大雷音寺大乘三藏真經，可解百冤，消萬劫，脫苦難，保江山，正金身。祥光萬道，瑞靄千層，淨瓶楊柳，寶相莊嚴。滿朝文武，全城百姓，千寺僧眾，全員跪拜祈福。吳道子當場落筆，描摹菩薩真容。半空落下佛戒，點明終極任務。
西方有妙文，程途108000里。上长出群，惹去者，求正果金身。太宗当场变群臣：誰敢往西天天竺国求取大圣真经？满朝文武无人敢应，唯有玄奘跨步向前，当庭立誓：贫僧不才，愿效犬馬之勞，求取真經，保大唐江山永固。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經，誓死不回東土。太宗龙颜大悅，與玄奘佛前結拜，尊為玉帝三藏。自此，唐僧正式得名唐三藏。次日清晨，以太宗亲赐通关文牒，紫金钵盂，骏馬隨從，親自城外餞行。1年故土彈入酒中，留下千古名句：寧憐本鄉1年土，莫愛他鄉萬兩金。到此，唐僧正式踏上108000里西行路，但真正的西游伏筆才剛刚曝光。問題來了，觀音明明早已選定唐僧，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下凡送寶，當眾顯聖？唐僧看似主動請纓，其實是不是從頭到尾都在佛門的精密算計之中？下一集解開唐僧西行路上第一個致命浩劫。